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？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脱单了，结婚了，生娃了，只有你还在原地打转。相亲相了一个又一个，不是你看不上人家，就是人家看不上你。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心动的，聊了几天就没了下文。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是我长得不够好看，是我条件太差，还是我命里就注定孤寡？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想过的答案，不是你遇不到对的人，是你的福报还没到那个层次。在《杂宝藏经》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：舍卫国有一个长者，家里世代信佛，恭敬三宝。他这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修塔建寺，供养僧众。有人笑他傻，把钱往水里扔，他也不争辩，只是笑笑，继续修他的塔。有一年他突然病了，病来得急，没几天人就走了。他死的时候很安详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一生没有白过。神识离开身体的瞬间，他看见有天人捧着天衣来接他，他跟着天人往上升，越升越高，越升越亮，最后落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天宫里。那宫殿比他这辈子见过的任何建筑都要庄严。他成了不离天的一位天人，享受着无边的福报。再说他留在人间的妻子，妻子名叫善慧，嫁给他23年，从没分开过。那天丈夫出门前还说晚上回来吃，结果抬回来的是具冰凉的尸体。善慧不信，她坐在尸体旁边，摸着他的手，一遍一遍地叫他的名字，叫到第3天，寺里的比丘尼来劝他，他才终于哭出来。那场哭了3天3夜，眼泪把衣服都浸透了。下葬那天他没去送，他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不吃不喝，就坐在丈夫生前常坐的那张椅子上。椅子还温热吗？不，早凉了。可他就是不起来。每天早晨她还会习惯性的盛2碗粥，一碗放在丈夫的位置上，一碗自己端着，端到凉了也喝不下去。晚上睡不着，她摸着床铺另一边，那里已经没有人了，可她总觉得还能摸到它的温度。她去集市看见卖饼的摊子，会突然愣住，那是丈夫最爱吃的饼。以前每次路过都要买一块，一边走一边吃，吃的满脸都是芝麻。她站在那儿看着眼泪就下来了。卖饼的大娘叹了口气说，善慧啊，你得想开点。她想不开，她不想想开，她想就这样想着他，念着他，苦着自己，直到死。后来有人提醒她，你不是一直想离他近一点吗？他生前最喜欢修塔建寺，你可以接着做啊。善慧听了愣了一下，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去做那些事，那是男人的事，可她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，就去试试吧。第一天去扫塔，她扫着扫着就哭了。她想起丈夫以前每天也是这样，天不亮就起来扫塔，扫完塔才去做生意。她说，我替你扫，你看见了吗？第2天她又去了，扫着扫着眼泪少了。第3天、第4天、第5天，她天天去，扫完塔就去寺院帮忙，帮厨房择菜，帮僧众洗衣裳，帮香灯师点灯。一开始她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心里还在想丈夫，慢慢的她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心里只有这些事。有一天傍晚，她扫完塔，坐在塔下的石阶上休息，夕阳照在塔尖上，金灿灿的。她忽然发现她已经整整1天没有哭过了。她有点愧疚，觉得自己怎么能不想她呢？可她又有点说不清的轻松，好像胸口压着的那块石头轻了一点。再说天上那位长者，他每天都过得很舒服，天女的歌舞，天宫的庄严，天乐的悠扬，一切都是人间无法想象的。可有一天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我那个妻子她还好吗？他用天眼往下看，这一看他的心揪了一下。他看见妻子瘦得脱了形，每天扫塔干活沉默寡言。他看见他坐在塔下发呆，脸上没有表情。他看见他半夜醒来，摸着床铺的另一边，摸着摸着就哭了。他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毕竟夫妻一场，他待他好，他记在心里，他想帮他。可他现在是天人，他是凡人，人天有别，他该怎么接近他？他想了很久，最后决定下去见他一面。那天傍晚，善慧扫完塔，刚在石阶上坐下，眼前忽然亮了一下。他抬起头，看见一个全身发光的人站在面前，那人的脸他太熟悉了，就是他日思夜想的丈夫。他猛地站起来，
浑身发抖，他想扑过去抱住他，可刚迈出一步，就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他挡了回来。他哭了，是你真的回来了，你带我走吧，我再也不要跟你分开。长者看着他，眼里有怜惜也有无奈。他说，我不是你的丈夫了，我是天人，你是凡人，人天两道，隔着一层，你碰不到我。善慧愣住了，他不信，又往前冲，又被挡了回来。长者叹了口气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升天吗？不是因为我有钱，是因为我生前以清净心修塔建寺的功德，这些功德把我送到这里。你现在做的事就是我生前做的事，可你做这些事是因为想我，不是因为你信佛。善慧呆住了。长者又说，我刚下来的时候看见你在扫塔，心里很安慰，可我也看见你扫塔的时候在哭，在哭的时候在想我，你的心还在我这里，没在三宝那里。善慧张了张嘴，想说我想你有什么错，可话到嘴边，他自己先说不出口了。长者的声音软下来，带着一丝怜惜，你还想做我妻子吗？善慧拼命点头，那就听我的。长者说，别再为我哭了，把心从我这儿挪开，放到三宝上去。每天扫塔的时候不想我，想佛；每天供僧的时候不想我，想法；每天干活的时候不想我，想僧。等你命中之后，福报修够了，升到我这层天上来，那时我们再相见，再做夫妻。说完这句话，长者的身影开始变淡。善慧喊，你别走。长者最后看了他一眼，说，我在天上等你。光芒一闪，消失了。石阶上只剩善慧一个人和渐渐落下的夕阳。那一夜善慧没睡着，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丈夫说的那些话，你的心还在我这里，没在三宝那里。她想反驳，可反驳不了，她确实是这样。她做那些事不是因为信佛，是因为想他。她以为自己在修行，其实只是在延续思念。可丈夫说，如果她一直这样，她就上不去，上不去就见不到他。他想了很久，天快亮的时候，他终于想明白了。第二天，他照常去扫塔，扫着扫着，眼泪又上来了。他习惯性的想，他停下来，站在塔前，对着佛像说，佛啊，我把心给你了，你帮我收着，我不想了。说完继续扫，扫着扫着又想他又停下来，再说一遍，我不想了。这样过了很久，一天、2天、1个月、2个月，不知道从哪天开始，他扫塔的时候，心里真的没有他了。他看见的是佛，是塔，是阳光，是风。他觉得轻了，轻得像要飘起来。后来他老了，也死了，死的时候很安详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他升天了，升到念利天，真的见到了他。两人相见，泪流满面，却是欢喜的泪。他们一起到佛陀面前磕头感恩。佛陀为他们说法，讲苦集灭道，讲无常无我。讲着讲着，两个人当场就证了出果。从此以后，他们不再是人间的夫妻，而是天道的同行者。你可能会问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想升天，我只想找个对象。别急，这里头藏着一个关于感情的天大秘密。长者对妻子说的那句话，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，你想遇到什么样的人，你自己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想找一个月薪5万的，你自己月薪多少？你想找一个温柔体贴的，你自己脾气好吗？你想找一个信佛修行的，你自己念过几部经？这不是条件论，这是业力论。楞严经里说，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，已是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缠缚。意思是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这样互相纠缠，100千劫都解不开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能在一起的一定是业力相当的人。就像那个故事里说的，丈夫修福升天，妻子要上去也得修同样的福报，福报不够上不去，福报超过也做不了夫妻。圣严法师讲过一个真实案例，有位女孩被男友遗弃后痛不欲生，后来她想通了，说既然因缘如此，为了让自己好好的活下去，就不想痛恨他一辈子了。你看，这就是用因缘观化解情执。星云大师说的更好，
佛教并非绝对的舍欲、弃欲、离欲，而是以智化情，将个人的情爱升华为慈悲的大爱，不是让你不要感情，是让你用智慧去转化它。从五行的角度看，这种遇不到的状态往往对应2种能量失衡，一种是火弱，火主热情、主动、吸引力，火弱的人不是没人爱，是爱来了接不住，别人示好他怀疑，机会来了他退缩，明明可以往前一步他愣在原地，不是命里没桃花，是桃花开的时候他没伸手。一种是水弱，水主智慧、流动、安全感，水弱的人不是遇不到，是遇到了也患得患失。今天想他到底爱不爱我，明天想我们会不会分手，后天想万一他跑了怎么办，想太多了能量就乱了，对方还没跑，他自己先把自己吓跑了。但五行是让你理解自己，火弱就补火，多主动一点，多笑一笑，多走出去。水弱就补水，多读经，多静心，多给自己安全感，补着补着能量就平衡了。那具体怎么办呢？第一，先做自己的贵人。长者告诉妻子，你想再见到我就修福升天，翻译过来就是你想遇到对的人，先成为对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别再整天琢磨他怎么还不来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脱单，把这些精力收回来，提升自己，读经、行善、修福、养气。你把自己修好了，自然会吸引跟你同频的人，是你有这个福报。第二，看清缘分，不执不缠。圣严法师说，只要把爱情的聚散当成因缘变化来看，明白缘散则散，缘聚则聚的道理，爱恨便能在这一念之间转变释怀。遇不到，是缘还没到，错过了，是缘已经散了，别硬缠，别强求，因缘这东西强求不来，只能等它自己成熟，在等的过程中把自己修好。第三，以智化情，把心量放大。星云大师说，出家人可以爱一切众生，但不能爱的执着，爱的自私。你也是一样，不要把全部生命压在一个人身上，那不是爱，是赌。试着把心量放大，去爱更多人，家人、朋友，甚至陌生人，去布施，去帮助，去关怀。当你心里装的人多了，你就不会被一个人困死。华严经说，照以智慧光，长诸根利药，用智慧去照，爱欲之海自然就干了。你不是非要升天，但你可以把自己修好，把自己提升。对的人不是等来的，是你修来的。你修到了那个层次，自然有人与你同行。